受到重创的行星生命咆哮着，向周围发出淡灰色的冲击波。幽鹏号的金色能量护盾正面承受这股可怕的冲击，整个舰体都在颤抖。天蝎死光炮发射！没有给这个行星生命留下太多反击的机会，粗壮的猩红色炮击顺着它的伤口贯穿而出，直接击碎了最深处的能量核心。顺利解决。幽鹏号朝着它的核心位置前进，古南特钻头准备。行星生命内核，那可是终极宇宙奇物，蕴含能够孕育出行星生命的珍奇物质，能够辅助火种战舰进化。哪怕只是幼年行星生命，内核的性质也是一样的，甚至幼年行星生命的内核效果可能还要更佳一些。随着行星生命死亡，周围飘散着碎裂的陨石，巨大的星球裂口裸露在幽鹏号前方，伤口深处隐约可以看到发光的核心。古南特钻头深入星河内部，岩浆与碎石飞溅，经过漫长的挖掘，终于把行星生命的内核牵引出来。到手了，得迅速离开这片空域。天蝎紫光炮每一发都要消耗500单位的能源，幽鹏号上的能源储量只剩下2万多单位，真不一定撑得起下一场战斗。舰长阁下，有了这枚行星生命内核，我们的战舰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化为战列舰？不，火种战舰的进化是循序渐进的，无法一蹴而就。一般而言，要先进化成巡洋舰，才能继续进化。看来，那这枚行星生命内核短期内都用不到了。等等，这时，幽鹏号竟然通过高速人机数据交互状态，传来了对行星生命内核的渴求。可按照常理而言，火种驱逐舰进化到火种巡洋舰需要一份低级宇宙奇物，下一次进化才需要用到终极宇宙奇物。从来没听说火种驱逐舰能够吸收终极宇宙奇物的呀。啊？渴求程度正在下降？难道行星生命内核这玩意儿也要讲究新鲜？算了，试一试。允许吞噬。啊！在王栋的授权下，行星生命内核融入到幽鹏号的舰载火种内，顿时间，整艘战舰的表层都包裹着一层炽烈火焰。吞噬终极宇宙奇物，行星生命内核，舰载火种进化中，舰载火种模块特性正在生成，是否激活模块特性自选功能，进行特性选择。是。根据该模块品质，自主选择特性，需要消耗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是否消耗？是。特性如下，请自主选择：1. 原力攫取；2. 原力汲取；3. 原力重构；4. 原力共鸣。和上一次一样，刷新出24项特性，紫色品质的4项，蓝色品质的10项，绿色品质10项，没有什么亮眼的特性，看来只能在这4项紫色品质中选了。选择原力共鸣。前2者我可有辅助系统在身，完全不用担心原点获取率和获取量。目前限制幽鹏号舰载模块提升的并非原点的数量，而是钛晶。第3项也不考虑。第4项原力共鸣，提高在异空间战场中遇到原力负极空域的概率。有大量人口的居住行星就属于原力负极空域。幽鹏号的舰载火种由绿色品质5级进化成蓝色品质5级了，全属性加成由原来的20%一下子提高到40%，伪装者特性也同步进化晋升至紫色，还多出了一种能力，对本舰的外形做出一定的掩饰，这样我就能实现更多骚操作了。除开那枚行星生命内核外，这次进化还消耗了5万原点，强化等级不变，但绿色品质模块与蓝色品质模块强化到5级的原点消耗量却是翻了1倍的。这5万原点就是用来补足这之间的差额。不过，进化至战列巡洋舰，这是什么情况？
据我所知，火种战舰是驱逐舰、巡洋舰、战列舰这样的进化流程。火种驱逐舰进化到火种巡洋舰后，舰载火种模块化能够提升全属性，同时主炮的槽位由1个增加至2个，副炮的数量由4门增加到8门。在舰体结构模块上，还将增加一个紫色品质的特性。巡洋舰本舰航速提升50%，火力提升50%。驱逐舰进化至巡洋舰，能够获得的是紫色品质特性，而当巡洋舰进化至战列舰后，增加金色品质的特性。战列舰本舰火力提升100%，防御提升100%。巡洋舰在面对驱逐舰时，炮击造成的破坏力会获得30%的加成。相反，驱逐舰的炮击命中巡洋舰时，会受到30%的削减。战列舰在面对巡洋舰时，也有同样的效果。现在，幽鹏号上的舰载火种在进行了一次超常规的进化后，弄出来个战列巡洋舰的进化。我好不容易从北地大宫的仓库里才凑齐100多枚钛晶，眼看着就能完成巡洋舰的进化呀，材料需求也提高了1倍，短时间内根本凑不齐啊。我还想在近期内找个机会把幽鹏号的身份洗白，让它作为我的坐舰正式亮相。这下子计划又要搁浅了。鬼知道战列巡洋舰的外观会是怎样的，如果特别与众不同的话，实在不好解释。唉，看来幽鹏号依旧还要作为隐匿在幽影中的战舰继续隐藏下去。唉，还是指挥幽鹏号回去再做打算吧。舰长，前面被星猎鸟追击的，好像是咱们之前从行星生命手中救下的微型救生艇。在幽鹏号完成升级准备返航之时，恰巧又看到远处那艘逃走的救生艇正在被太空兽攻击。加速行驶，曾侯准备救人，以防万一，巡天雷达侦测周围情况。此时星猎鸟正在不断发动攻击，微型救生艇震动表面装甲已经被撕得粉碎，眼看就要被彻底击穿。救生艇驾驶舱内，高鸾琴满脸绝望。看来是逃不掉了。就在高鸾琴闭目等死之际，一道激光横跨星空而至，精准地击穿了星猎鸟的头颅。这是之前救我的那艘战舰。没想到是高鸾琴。通过巡天雷达扫描微型救生艇，只有他一个幸存者。之前秦万里说过，高鸾琴的丈夫是一艘火种巡洋舰的舰长。看来在幽鹏号抵达之前，被那尊幼年行星生命击沉的，应该就是她丈夫的战舰。宇航服多处破损、狼狈不堪的高鸾琴，忐忑不安地被武装机器人引领着走进幽鹏号的休息室内。你先在这里休息，到达一处自由空港后，我会将你放下。好的，谢谢。蜃楼系统已经缓冲完成，激活隐匿状态，幽鹏号回航，返回黑石岭。前方有一处自由空港，收拾一下，我将你放下去。多谢您的救命之恩，这2天多亏您的照顾了。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黑石男爵岭的矿星丽水山庄去找我，或者在我留下的通讯信箱内留言，这是我的信物。好的，我收下了。目送着高鸾琴的救生艇朝着前方的空港驶去，王栋将他留下的信物拿在眼前端详。他这次可欠下了一个大人情啊！要知道是我救了他，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马上到咱们舰队停泊的空港了，尊侯，你先返回银云号，我还有事情需要去处理。好的，这就要离开了吗？哎，操纵过橙色品质的主炮后，银域号上的蓝色品质主炮连摸上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啊！终于将他送回银域号了。幽鹏号开启异空间战场，选择2级星际文明。异空间文明，克朗文明，文明历史37549年。
文明等级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光能，势力范围4.7光年，可居住行星2颗，人口157亿，舰种战力战斗舰89到125点，母舰280点，语言克朗语，文明体制部落制。高达4.7光年的势力范围，却只有2颗可居住行星，说明这片空域大概率属于物质贫瘠带。物质贫瘠带对出生文明的发展相当不友好，某种矿物的缺乏就会导致文明的科技树被卡，母星上的资源被耗尽，没能踏入太空资源的开采阶段，这个文明就会灭亡。克朗文明在先天条件劣势的情况下晋升至2级星际文明，所依仗的便是这条亘古星河。很久以前，2支来自敌对中等文明的舰队在这里爆发了最激烈的战斗。克朗文明刚刚踏出母星，便发现了这条布满战舰残骸的小行星带。依靠在残骸中的发现，克朗文明学习、模仿，并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路线。克朗文明将其命名为亘古星河。现在亘古星河的地位也日趋下降，建设在亘古星河河畔的大型前进基地希望之城，也只剩下废墟之城这个称呼。幽鹏号，开启灵性侦测。克朗文明虽然先天不足，但坐拥这片宝地，如果将这片战舰牧场中剩余有用的部分充分进行探索和吸收的话，进入2级星际文明确实能省去很多很多的门槛。哦，这座废墟之城里竟然还有18个低品质的舰载模块，拿到火种网络的交易平台上，怎么也得超过1000元币。来得正好，这些低品质的舰载模块投入到市场上既好卖又不引人注目。幽鹏号，推动巡游者激活，副炮准备，直接突入敌方太空城。交涉需要太多的时间，24小时的异空间战场持续时间不见得够用。以幽鹏号现在的实力，对对方完全是碾压。大量敌方战舰被幽鹏号击中爆炸，剩余的战舰也没有胆怯，继续朝着幽鹏号发射炮击。但金色的能量护盾阻挡了全部火力。幽鹏号逼近太空城，所到之处尽是残破不堪的战舰残骸，无力抵挡它前进脚步的太空城直接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幽鹏号如同虎入羊群，直接闯入太空城内部，众多防御武器试图阻拦，但在护盾的庇护下，连半点损伤都无法造成。就这？算了，敌方攻击对幽鹏号完全没用，还是先抓紧时间收集舰载模块要紧。幽鹏号撑起能量护盾，对着下方的城市狂轰滥炸，一边摧毁城中建筑的同时，隐藏在各个角落的舰载模块也被牵引光束通通捕获。18个舰载模块已经全部收集完了，超新星爆射炮准备。在完成收集任务后，王栋也没心软，操控着幽鹏号飞出太空城，转身就是一道超新星爆射炮，给这座太空城奏响最后的送葬曲。粗壮的金色光柱在太空城位置炸开，金色的光芒掩埋了所有。原点加23528，剩余原点98526。先行驶到战舰坟场深处的中心地带，等6个多小时后，灵性侦测功能完成缓冲，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我操！怎么可能？这些光标到3位数了吧？这么多低品质模块！王栋看着面前的大屏幕，眼睛都瞪直了。此时在雷达界面上，密密麻麻的绿色、蓝色光标，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件品质模块。得赶紧在战场时间结束前能装多少装多少，这次要发财了，简直是天降横财，发了发了！异空间战场持续时间结束，即将返回本宇宙。不要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这次共收获了83件剑载模块，在火种网络上开一家某某旗舰店都已经绰绰有余了。只可惜还有那么多没来得及打捞。王栋阁下，您回来了。之前需要采购的物资已经采购完成，招聘的人员也已经就位。马大兄，之前清单上的物资采购数量需要加倍。这预算严重不足呀。预算不是问题。马大兄，看看这个，我这次可是给你带回了满满1仓低品质模块。你先列一份清单，有合适领地内战舰使用的模块留下来自用，剩下的换成援币。这次利用在异空间战场的收获，足以将幽鹏号所需的进化辅助材料凑齐了。83件低品质舰载模块，阁下，您是打劫了哪家大型商会吗？放心，萧少，这都是从异空间战场内收获的。黑石岭所拥有的火种战舰数量在迅速上升，经过几次缴获换装后，战舰的平均水平也在增强。如果再从这一批模块内择优留存，那么领地内的主力战舰基本上能够做到全部换装蓝色品质模块。这种装备，哪怕是王国最精锐的皇家骑士团，也不过如此了。舰队全速返回黑石岭。仲达仅仅用了2天时间，就通过多条渠道分批次将几十件低品质模块悄然出手，筹集到足够援币，完成了物资收购。这次的物资足足装满了10艘货船。终于回来了，这次要好好休息休息。你终于回来了，快点过来我的私人飞艇，就停在空港。您怎么亲自来迎接？好的。神神秘秘的，究竟是什么事啊？哼，等你很久了，走，带你去看个好东西。等我很久了，也没见你联络我，让我早点回来啊。男爵的私人飞艇驶出空港，穿过一片小行星带，进入到一座隐蔽无比的巨大移动船坞。我们到了。黑石星附近偏僻空域里，竟然停着一座这么巨大的全封闭式移动船坞。等等，这玩意儿是……进入船坞内部，王栋一眼就看到了停泊在这里的一艘火种巡洋舰。它虽然表面残破，但巨大的体型依旧散发着强烈的压迫感。密密麻麻的维修机器人在表面工作，修复着多处损伤。竟然是巡洋舰！哼，没错。不要以为你小子有点奇遇，就可以摆出一副万事不求人，我自己都能行的样子。要知道，你父亲终究是你父亲。走，带你上去看看，不用太紧张，这里的都是我的心腹卫队。怎么样，这份惊喜够大吧？确实是把我吓了一跳。难道这就是您前些日子所说的大计划？不错，关于这个计划就说来话长了。我年轻时出门游历，也交下不少朋友，其中几个格外志同道合的，还成立了一个小型冒险团。冒险团的成员有的是平民，有的是紫金王国的贵族，还有的甚至是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子弟。随着年龄的增长，众人各有前途，但冒险团的情分还在。数年前一次聚会中，团员中那位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子弟称得到了一条线索，指向魏晋星河外围的一处隐秘空域，其内可能存在一条小型钛金矿脉。于是冒险团再度重组，我们真的发现了一条超小型钛金矿脉，并成功地开采出将近100枚钛金。接下来就是一个信任与背叛的故事了。我在逃跑时不慎误入险地，虽然侥幸逃生，却被微生物感染，归来后便卧病在床。而那位最先动手的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子弟笑到了最后，并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凭借着那些钛金，成功地将坐舰进化为火种巡洋舰。
我本以为此生已经没有希望报仇，却意外地获得治疗，于是隐瞒了痊愈的消息。在冒险团其他几名幸存成员的配合下，以身作饵，将那名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子弟诱出，最终一举成功翻盘。不但将那名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子弟擒下，还将他的坐剑也俘获到手。我是做不出这种舍身冒险的操作，金手指在身，就更要小心谨慎。与其这样弄险，不如等发育到绝对优势时，直接碾过去，更来得痛快。这艘巡洋舰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那家伙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医疗设备在吊着命。你再迟点回来，说不定这艘鸢尾花号就要由2代舰变成3代舰了。啊？你说要把鸢尾花号转交给我？不用不用，我已经有了最适合自己的坐舰。这艘鸢尾花号还是由您亲自操控。接下来的北地风起云涌，身为黑石男爵领的掌舵者，黑石号的实力对于您来说远远不够。再适合你的火种驱逐舰，也比不上一艘火种巡洋舰。这艘鸢尾花号是那家伙由初代舰一手培养起来的，这次的舰长权限转移后，他还是2代舰，依然具有50%的原点获取率。你应该清楚，一艘火种驱逐舰想要进化到巡洋舰，条件是多么苛刻。如果错过这次的机会，虽然有些赶，但也不至于1-2天时间都撑不下去。这样吧，你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其实我的坐舰舰体结构模块是金色品质的初代舰。金色，英雄品质。对，幽鹏号的舰体结构模块可是橙色的史诗级，怕你不信，我只能往低了说一个档次。金色品质的舰体结构模块，就意味着很可能是金色品质的特性。任何金色品质的特性，只要不夭折，都足以成就一艘英雄战舰。哪怕是紫金王国，100年内也不一定能够出现一艘英雄战舰。我儿有英雄之姿啊！快，和我回黑石星一趟。又要干嘛？回去把我的黑石号舰长权限转移给老沈，再来接收鸢尾花号呀。这就是您的那位仇人。鸢尾花号仓库内，一个维生舱上面的指示灯闪着绿色的光芒，里面装着一个戴着氧气面罩、看不清面容的男子。对，就是他。高级干扰器，黑市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用它能阻止鸢尾花号的自毁程序，并将舰长权限转移给我。似乎回忆起过往的仇恨，男爵脸色狠厉，盯着面前的维生舱，将干扰器贴在上面。维生舱停止工作。好了，鸢尾花号的权限到手，缺什么资源尽管开口，我开鸢尾花号给你去赚。我需要100单位的钛金，我是不是可以啃老了？100单位的钛金，你怎么不去抢？我是想去抢啊，可是不知道哪里有的抢。好吧，果然是错觉，这个老还经不起啃啊。要说抢的话，我倒是真有个推荐，白衣星道团。最近地下渠道有传言说，白衣星道团在魏晋星河内发现了一处钛金矿脉。真的？就抢他们了？你不会不清楚白衣星道团的底细吧？从来没有人能找到他们的老巢，因此不少人都猜测，他们的老巢很可能是设在魏晋星河内，那地方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没看前段时间连北地大宫的直属舰队都损失惨重吗？哎，放心，我只是恰巧对白衣星道团有那么一点了解而已。难怪在几年后白衣星道团会突然崛起，
原来是找到了钛金矿脉呀！还好之前幽鹏浩将星际猎手之冠的追踪导标留在了白衣星道团的旗舰身上，找到他们并不难。你打定主意了就去做吧，我会对外黑石岭的人宣布，你要闭关钻研断体术一段时间。嘿嘿，谢谢您的支持。契约完成，周泰，我现在任命你为幽鹏号上的冲锋队长。这是幽鹏号的舰体模块信息。什么？竟然是史诗级的舰体结构模块！王栋阁下未来的成就简直无法想象了。现在都是自己人了，也没必要继续保密。你的仇，有机会的话我会帮忙。我本以为要耗尽后半辈子才能报仇，没想到1年时间不到就看到了希望。吉远、陈家，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了。阁下，请收下我的忠诚，以火种人类文明一员的身份，我在此郑重宣誓，此生将仅为您而战，直至身陨魂消，亦不选种。起来吧，我的冲锋队长。这种以本文明的名义做出的郑重宣言是绝对的血誓，没有人敢背弃。背弃者必被本文明所弃，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目前幽鹏号上的建组人员数量已经达到3人。情报主官司马仲达，化名马达；火炮主官师尊侯，拥有紫色品质精准射击异能；冲锋队长周培强，化名周泰，拥有紫色品质浴血狂战异能。我终于不再是光杆司令了。幽鹏号起航，前往魏晋星河。是舰长。那是北地大公的舰队吧？北地的局势真是越来越紧张了，大公和领地贵族的关系越来越差了。还不是新任北地大公自未经星河内铩羽而归后，就忙于与风尘团的内讧，之后又力排众议，再度组织了一次针对那尊幼年行星生命的追杀，却最终只发现他的残骸。归来后，这位北地大公的行事愈发偏激。紫荆王国那位年轻的国王陛下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陛下有令，鉴于确有所需，现征召北地大公领一支战列舰编队前往南疆星域支援远星骑士团作战。随着上一任北地大公与一众骨干力量不幸陨落在异空间战场之内，北地大公领目前仅存1艘火种战列舰。王室决定将北地大公领最后1艘战列舰也远远调走，届时北地将失去战列舰镇压。王国的远星骑士团在南疆星域执行的是清剿那片星域中的大群星兽，将其开拓为适合人类生存空域的任务。这是开疆拓土的伟业，能够留名史册。被征召加入这种伟业，对于任何一名贵族而言都是一种褒奖。又不是什么必死的任务，只不过去的地方远一点，执行任务时间长一点，没有军令不得擅自返回而已。北地大公领不敢和王室翻脸的，国王陛下的阳谋可谓完美。声誉大减又失去绝对压制力的北地大公领将不再具备领导整个北地星域的能力。我需要仅存的战列舰编队来维持北地大公领的统治，否则我怀疑会有乱民击破北风要塞，伤害到我。根据贵族法则，哪怕是国王陛下也无法剥夺一名贵族的人身安全权。北风要塞
那可是您北地大公领经营了数百年的庞然大物，能够独立对抗富庶的战列舰而不落下风，怎么可能被击破？你只需要给我把话带回去就对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将您的话带给国王陛下，希望您不要后悔。他真的这么说的？句句属实。鉴于北地大公领已无力维护北地星域的安全，现取消其北地守护之权。北地大公统领整个北地星域内所有贵族的，正是北地守护之权。一个守护贵族被剥夺守护权的只有2种可能：一是此贵族已经全族尽灭，再也无力履行守护之权；二是此贵族在应对履行守护义务时临阵退缩。前者是英雄，后者是狗熊。哈哈，王氏此举相当于认定现任的北地大公就是一只狗熊。该死！紫荆王国王室失道，即日起，北地星域将脱离紫荆王国，成立北地大公国，从此不再接受紫荆王国王室的旨意。我要再度发出征调令。北地星域中所有贵族都给我在期限内派出领地内所有的火种战舰前往青藤星系报道。前方空域就是白衣星道团的老巢了。不容易啊，经过这么多天的航行，终于到了。卫星星河太过偏僻，对外通讯都被隔断了，一直收不到外界的消息，这种感觉真不好。白衣星道团的老巢倒是挑了个好地方。外围被大片的毒性辐射星云所遮蔽，大多数星兽对于这种毒性辐射都是敬而远之。同时，这层厚厚的毒性辐射星云也能屏蔽掉大部分来自外界的侦测。经过漫长航行的幽鹏号解除了隐匿状态，缓缓从星云中钻出。而在他们前方的空域，大量蚂蚁一样的战舰在居住行星和太空堡垒之间穿行。这大片的毒性辐射星云内部竟然有着一片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净土。巡天雷达开始侦测。报告舰长，小行星系外围有2座军事基地，20艘火种驱逐舰以及200余艘突击舰正在进行编队训练，并且根据情报反馈，这个小型星系内仅有1颗可居住行星，轨道上有1座小型太空堡垒，星系内还有一条蕴藏丰富矿产资源的小行星带。附近有1座小型太空城，城内有冶炼厂、有兵工厂、有造船厂、维修流水线和一条完整的生产线。1艘半成品的突击舰正在进行西装。白衣星道团的老巢竟然是一整个星系，有这样的宝地，难怪外界无法找到白衣星道团的老巢。谁能想到他们的老巢可以做到极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呢？难怪在几年后白衣星道团会一举成为大型星道团，看来得放弃凭借幽鹏号的性能直接碾压过去的计划了。这样一块宝地可不能因为太过粗暴的攻击而受到损伤啊！舰长阁下，这是片宝地，我们应当想办法占据下来。这是一块屯兵的好地方，一旦北地有什么变化，从这里出兵，一定能起到骑兵之效。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白衣星道团的崛起是很突然的事情。这个星系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当完备，显然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以白衣星道团的劫掠收获，是不可能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投入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星系内的势力，其诞生的时间远比白衣星道团要早。白衣星道团其实是这个星系内的势力在外界对自身的伪装。你的猜测应该没错，巡天雷达探测到一些有趣的情报，我把它调出来你们看看。经过精确探测，该行星上未发现有大量人类活动迹象，小行星带矿区所有的作业采矿船皆为无人驾驶，工业区内仅有少量技术人员。
太空堡垒处于自动运转状态，未见大批守备人员入驻。军事基地内仅有少量军事人员执行战备任务，绝大多数的人员都在那些火种战舰与突击舰上，或者说，我们刚刚认定的这个所谓势力，其组成人员就是白衣星道团的这些现有成员。我明白了，一定是大规模采用了强人工智能。什么？竟然是强人工智能？人类文明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向来都是慎之又慎。哪怕是火种战舰上面的智能光脑，充其量也都只是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有可能诞生出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成为真正的生命。像白衣星道团这样，在一个星系内大规模的使用强人工智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如果是强人工智能，那就说得过去了。我们先退出这片空域，制定出一份详尽的作战计划，等待蜃楼系统的缓冲时间过去。白衣星道团成员数量不算太多，想要充分利用一个星系的资源，没有强人工智能的辅助很难做到。这片宝地的价值太高，以至于白衣星道团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开始大范围使用强人工智能了。初步计划2个关键点，一是找到强人工智能的控制节点与权限者，第一时间控制下来，否则后患无穷。2是白衣星道团的成员一个都不能放走。这个星期内没有发现有上次被白衣星道团裹挟的那些小型星道团的战舰，可见保密性之强。只要把这些白衣星道团的成员一网打尽，再确认外界没有漏网之鱼的话，我们才能彻底占住这块地盘。经过这几天的侦测，强人工智能的主机位于星系内唯一那颗行星的卫星上，只要承载主要数据资料的主机被摧毁，在这种没有与外界网络连接的独立星系内，强人工智能的能力就相当于被瘫痪掉一大半。控制节点一共3个，行星北极位置，小行星带太空城中枢控制室，旗舰白衣号，第一权限人为匪首乌白衣。白衣星道团的规模，星系内18艘火种驱逐舰，208艘突击舰、运输舰、后勤补给舰等其他船只共33艘，在外界设置有多个无人哨戒所，但没有派驻人员。白衣星道团会定期向北地星域的几个情报组织分别购买情报。舰长展示的幽鹏号上的2门主炮的性能，对上白衣星道团的任意一艘火种战舰，只要是蓝色品质以下的护盾，都能够一击破盾，2击沉船。难点在于如何做到全歼，不让任何一艘火种战舰逃脱，将这个星系的坐标泄露出去。我的意见是，等到白衣星道团外出时，幽鹏号找一个合适的空域，假装巧遇发生冲突。他们被击败后，我们只要不是紧追不舍，这些残兵败将最大可能的选择就是逃回安全的老巢舔伤口。如果残兵败将的数量已经足以被一举消灭，那就在星系内直接动手。如果不行，就再重复一次类似操作，削减其数量。那就按你的计划来。1个月后，白衣星道团舰队重新起航，密密麻麻的战舰铺满整片空域，远处还有另外的战舰正迎面而来，汇聚在一起。等了1个多月了，他们终于从老巢出来了。绕了这么远的路，还以为他们要干什么，原来是要和这些小型星道团会合。北地进化行动后，北地星域内的绝大部分小型星道团都损失惨重，这些小型星道团无奈之下，只得被迫暂时投在某个中型星道团的麾下。很明显，白衣星道团也不见得多信任这些家伙，没有让他们接触到老巢，只是找了个偏僻星域安置了一个临时基地了事。哎，这些家伙里面还有老熟人呢。这是白牙号，当初我自矿线返回黑石星系时，白牙星道团曾经袭击过我，就在钢骨星道团之前。当时高地子爵领的管家黄冰联系的我，他称白牙星道团会与钢骨星道团一并夹击护航舰队，结果一直到钢骨星道团全军覆没，
也没见到白牙号。只要能把白牙拿下，我们针对高地紫绝岭的口实就有了。幽鹏号对白牙号发射追踪导标，动手吧，速战速决。老大快看，有个倒霉蛋竟然跑到这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荒芜星系里来了。白牙号指挥室内，看着面前大屏幕上的幽鹏号，海盗们满脸讥笑，仿佛看到了一只大肥羊。肯定又是个不知天高地厚、满脑子贪钱暴富的傻小子。哟，还掉头跑了？一看就知道这艘火种战舰的巡天雷达品质不会太高，以为咱们是软柿子，这么近才发现咱们有这么多火种战舰和突击舰，被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派出5艘航速最快的战舰追击，死活不论，最好能查清楚来路。此时，白衣星道团的旗舰上，星道团首领乌白衣也发布了命令。在这种时候，他不想出现任何意外。在这种人迹罕至的荒芜星域里，枯燥的等待真是难熬啊！难得有个过来解闷的，哥几个等会儿别下手太狠，咱们慢慢玩。听老哥的，咱们慢慢玩。等俘虏了他们，还能再找点乐子。先追上去再说。小虫子，别跑啊！白牙星道猖狂的笑声在公共通讯频道里回荡，但他们只是刚加速拉近距离，迎面而来的一道猩红光束将其中一艘战舰的能量护盾贯穿，整个舰体都炸成火团，一击毙命。剩下的4艘星道战舰见状不妙，向后转，想要逃出星云，但紧随而来的几道光束精准地将他们命中，无一幸免，尽数化作灰烬。5分钟内5艘全解决了，天蝎死光炮简直太强了。这就是幽鹏号的实力。为什么不派我的战舰去？我也想去玩玩。希望他们不要把对方玩死。俘虏回来，大家一起玩。快看，星云里有战舰出来了。情况不对，做好准备。老大，好像有点不对劲儿。2种可能，一种，这家伙是运气好，在星云里把追击的5艘战舰甩开，然后绕来绕去又回到这里。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再派出部分战舰去继续追击他。你说是不是？老大，您别逗我，傻子都知道添油战术是最蠢的办法。遇到这种情况，要不然就是大家并肩子上，搏一把大的，要不然赶快撒丫子就跑，才不会死无全尸。连你都看得出来的东西，还有谁看不出来？还等什么？立刻转向，准备进入魏境星河。第2种可能就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了。人家在星云里面埋伏了大部队，一口气将5艘火种战舰全部击沉，或者人家就凭着1艘战舰，1对5直接干翻了追击的战舰。不管是哪种可能，先逃，保住小命要紧。老大，白衣星道团已经开始逃了。此时在远处的空域，察觉到不对劲的白衣星道团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迅速完成了掉头转向，撤离星域。不愧是中型星道团，对方刚一露面就逃了。我操，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不是说好的应该再派10艘战舰来追杀我们吗？你以为在打游戏吗？还能引怪？星道要是还没兔子那么谨慎，早就被杀绝了。超新星爆射炮开火，先把杂鱼扫干净。遵命，舰长阁下。直接无缝切换到超新星爆射炮，这艘战舰的神秘之处太多了。不想了，我只要能打最猛的炮就好。超新星爆射炮，一道恐怖的强光横跨星空，白衣星道团的舰队顿时被摧毁大半，剩余的10艘火种战舰上的能量护盾明灭不定。
我操，什么鬼？这是哪路大神一炮将白衣星道团的突击舰全击毁了？快走，快走！哎，没事没事，这是范围攻击型武器，单体杀伤效果不行的。不行个屁！一炮18%的护盾耐久度，6炮你盾就没了。再来2炮，你和突击舰有什么区别？但还没等他们撤离战场，幽鹏号下一轮攻击又到了。这一次是天蝎死光炮，同样强大的主炮接连贯穿7艘战舰，只剩下一艘孤零零的旗舰白牙号。完了，完了！原地熄火等候，否则杀无赦！赶紧关闭引擎，投降！老子可不想死在这里。在白牙星道团溃散之后，远处的乌白衣也是一脸惊慌。该死，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这么快就被解决了？那些星斗真是废物，逃不掉了！剩余战舰转向，随我还击！下定决心拼死一搏的白一号转向面朝着远处幽鹏号的方向冲去，但只是一个转向，相伴的几艘战舰全都被当场摧毁。这下只剩下敌方的旗舰白一号了，天蝎死光炮发射！高速行驶的白一号面对主炮锁定，快速规避，拖出一道残影，如同闪电般险之又险的在间隙中躲避。什么？竟然能做出这种规避动作？进入射程距离，轮到我们反击了！主炮发射！巨大的激光束冲击在幽鹏号金色的能量盾上，但能量盾纹丝未动。报告，主炮攻击命中敌舰，预测对方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0.05%。怎么可能？白一号的主炮再弱，也不至于只打出这么点伤害。幽鹏号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0.05%，恢复中99.1%，100%恢复完毕。如此强力的能量护盾，我们之前制定的计划有些太过保守了。我们完全可以直接一口气就把白衣星道团全部歼灭在这里。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计划，料敌从宽肯定是好习惯，无需太过在意。我他妈的也不知道幽鹏号现在已经这么猛了呀！双方的交火还在继续，猩红的天蝎死光炮不断的迫近，白一号哪怕拼命走位规避，但还是被撕裂了大片侧面装甲。我还不能死在这里，向对方发送消息，我们投降。舰长，是。我看你还能躲几次？近距离锁定。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啊，就投降了？熄火投降的乌白衣和白牙戴着手铐，在武装机器人的押送下进入幽鹏号内部。王栋亲自带人过来迎接。乌白衣阁下，你们伪装的真好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白衣星道团不但是掌握了一个星系的势力，还大规模采用了强人工智能。我对阁下的势力很好奇呢。你们都知道了，以他们的实力，可以轻松荡平平阳中星系，覆灭家族。我必须。我的祖上也是北地贵族中的一员，称号为阳中子爵。当年在北地大宫与火烈鸟侯爵的斗争中站错队，最后被血洗。白衣星道团也是我们阳中子爵家族幸存者建立的。那个隐秘的星系是家族的幸存者在逃避追杀的途中侥幸发现，被命名为阳中星系。阳中星系内的强人工智能来自阳中子爵领的遗产，我是第一权限者。目前阳中星系内还剩下3艘火种战舰与40多艘突击舰留守。我愿意交出强人工智能的权限与阳中星系的所有权，唯一的请求是能够投到您的麾下，以正常的身份积累功勋，获得晋升。
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让我看到了家族摆脱当阴沟里老鼠的机会。作为这一代的族长，我愿意倾尽家族的所有，投入您的麾下。我有预感，跟随着您，我所能获得的前程，绝对超过我可以想象到的极限。根据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分析，我认为乌白衣是与我类似的人，冷静理智而又谨慎。正因如此，才能将感性的因素压制到最低，做出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如果是我，一样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我的意见是接纳乌白衣。阁下，您的前程远不会止步于小小的北地星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选择将自身的梦想依附于您将来的垂天之翼上。您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白衣星道团虽然归作星道一类，但观其过往劫掠的对象都是规模较大的商会，而且行径并不残暴，未闻有滥杀无辜的黑历史。只是乌白衣此人究竟能否用？你认为自己在哪方面的能力足以使你在我的麾下立足？就凭我已经达到紫色品质的异能、质感，还有我的操舵水平。质感，神秘的第六感，能够适用于多方面。操舵时，通过质感感应敌舰炮手的射击意图，进而予以提前规避；或者感应敌舰舵手的意图，进行更有效机动，抢占有利位置。质感同样适用在射击方面，能够显著提高命中率。刚才白衣号的机动规避是你本人在操舵？不错，你是这艘战舰上的炮手吧？水平不错。至于舵手，就稍显业余了。你的请求我答应了。解锁，签下这份契约，以后你就是幽鹏号上的舵手了。我签。白牙的审讯结束了，他什么都招了。这是高地子爵领如何雇佣白牙星道团袭击阁下的调查结果。辛苦了，将白牙放回白牙号，让他和白牙号埋葬在一起吧。有这份调查结果，黑市男爵领便具备了对高地子爵领采取一定烈度以下行动的口实。另外，从白牙号的舰载光脑内获取到了一些外界的资料，北地大公与国王陛下之间发生了冲突。眼下局势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我对未来的认知，我在大事上的先知先觉正在逐渐逝去。北地大公的征召令是11月30日发出的，这次的征召令是全面征召令，每位响应征召令的贵族必须将领地内全部的火种战舰都派遣至指定地点接受整编，是最苛刻的征召令，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时才会出现。北地大公这是在让所有的北地贵族以实际行动来做出站队，这种全面征召令给出的期限几乎只具有参考意义。这种攸关切身最大利益火种战舰的选择并非那么好做出的，往往有许多贵族都是在期限过后，是局势的发展才做出选择，只要不是太夸张，法不责众，日后也不会受到太过苛责的追责。现在才12月3日，不急，以男爵的圆滑老辣，他不会贸然做出抉择。如今我是幽鹏号的舰长，麾下还有一众干将，手中掌握的力量早已不是前世可比。前路重归混沌，又能如何？驾驭战舰，星空之大，哪里去不得？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扬中星系握在手中，这样，哪怕事有不济，黑市男爵领也有一条退路。幽鹏号，起航，目标扬中星系。是。片刻后，接收了白衣号的舰队，朝着前方星云中的扬中星系驶去。王栋阁下，我通知一下族人。好。在简单的沟通之后，乌白衣带着王栋几人走进一个散发着光芒的巨大大厅，这里是白衣星道团真正的老巢。大厅地面和墙壁布满发着光芒的电路板纹路，
前方半空是一个数字光芒组成的巨大球形碎片，被一道巨大的光柱贯穿。王栋阁下，这就是存放强人工智能的地方了。这也太危险了，强人工智能随时有可能进化成真正的智能生命。好在阳中星系这个强人工智能没有与外界进行过联网，还没有成长到那种程度。强人工智能收束。在510的操控下，光柱消失，忙朝着半空中巨大球形碎片中钻入，向中间聚拢，缓缓汇聚成一个球体。成功收束了。王栋阁下，这是强人工智能的载体——生物脑。先将它放入幽鹏号的机载舱吧，说不定日后可能有用得上的地方。王栋阁下，我之前用钛晶换了一条突击舰的生产线，泄露了我们有钛晶矿脉的消息。您可能也听说过，之前阳中星系矿区内确实有一条小型的钛晶矿脉，但已经被我们开采殆尽了。目前库房内贵重物资只剩余117单位钛晶和2枚高级能量结晶了，请随意使用。那我就不客气了。进化至战列巡洋舰所需的200单位钛晶终于凑齐了，还获得2单位宝贵的高级能量结晶，赚到了。那么接下来，我需要你留在阳中星系，做好随时接纳大量人口的准备。是。解决了这里的事情，得赶紧回去了。黑石星，白银之宝。所以说，白衣星道团的首领受到你人格魅力的感召，决定投入你的麾下。于是阳中星系也就顺便成了你的地盘。对的，没错。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这些天里唯一的好消息。北地大公岭开始内部清洗，已经被证明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应该是金雀花联邦。金雀花联邦？金雀花联邦可是与王国东部疆域接壤，离北地星域隔着老远呢。他们能把手伸得这么长？说起来，还跟上次你去首都星系时候的那趟旅程有点关系。原来是钟神秀的锅。金雀花联邦派出追杀钟神秀的舰队没能成功，却与新任北地大公搭上了线。新任北地大公在内忧外患之下，选择了与金雀花联邦合作，共同对抗紫金王国的王室。金雀花联邦提供武力支持。此刻，在北地大公岭内，足足有3艘以上的战列舰在整个一带。在金雀花联邦的大力支持下，新任北地大公完成了内部清洗，彻底坐稳了位置。但金雀花联邦的插手以及北地大公的背逆，都是紫金王国不可能接受的。如果任由北地星域独立成为北地大公国，紫金王国王室的声誉将瞬间降至最低点，甚至紫金王国内部很可能会开始分裂。国王已经发布了征召令，不断有大量的船只自各地赶往首都星系进行集结。战争的密云已然笼罩北地星域的全境。除开集结力量外，国王陛下还派出大量的秘密特使前往北地星域的各个贵族领进行游说。我们领地上今天刚到一位。今天才到？这可是好事啊。都已经1个月左右了才来，说不定这里是这位秘密特使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身为王室亲封的开拓贵族，男爵的立场毫无疑问只能站在王室这边。国王陛下的秘密特使才会这么底气十足吧？特使带来的都是坏消息，在北地星域，北地大公岭已经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至少3艘火种战列舰的实力，足以镇压所有的不服。特使上门时，北地贵族们的态度大多暧昧。态度暧昧就已经不错了，只要能够瓦解掉北地大公岭在高端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北地贵族必然会群起而攻之。关键就在这里，星门
这个交通枢纽被北地大公领控制，王氏哪怕想要采取行动也没那么容易。强攻的话，分批跃迁过来的舰队很可能会被围剿变成天游战术，只能通过其他超光速航行的方式进行远征。在路上消耗的时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等到北地大公通过全面征召令梳理清楚北地贵族们的立场，进而分化治之，届时连成一块的北地星域又有金雀花联邦的助力，北地大公国说不定真的就立起来了。到时候大不了我们一起窝到阳中星系去埋头种田一段时日，等到我的幽鹏号发育完毕，神功大成之日再度出山，让北地大公见识一下十里坡剑神的厉害。什么乱七八糟的十里坡剑神？黑石男爵岭可是我辛苦开拓建设出来的。再说领地内那么多人口，怎么可能全部迁移？这是我的家园，我一步也不会退让。亡人存地，人地皆识；存人亡地，人地皆存。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难懂的？就算要放弃，怎么也得打过几战，让人家知道是我主动放弃他们才能拿走，而不是他们从我手上抢走的才行。那是当然，擅自放弃领地可是重罪。一个小小的男爵岭，北地大公怎么也不会亲自下场，那也太跌份了。至于附近的那些贵族岭，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说好了，先把该迁移的迁移，我和您留下，要整个北地见识一下我们黑石男爵岭的武勇。就交给你去办吧，我会让老沈全力配合你。我需要出去处理一些事情，暗中迁移部分核心部门和重点人群的事项就拜托二位了。第一批以男爵直属卫队为主，先保证对阳中星系的控制，等完全摸索清楚安全的航道后，再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是。舰长，咱们这次又是去哪儿啊？异空间战场。舰长，您别开玩笑了，要进入异空间战场，得前往宇宙空洞带内搜寻异空间的信号才行。开启隐匿状态，进入异空间战场。舰长，你别乱来啊！亚述文明，文明历史1025633年，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地热能、光能，势力范围0.1光年，可居住行星1颗，成员数量1，舰种战力无，语言无，文明体制极端个体文明。亚述星球曾经是一颗生机盎然的星球，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一种名为亚述的植物逐渐成为这颗星球上的霸主，导致其他动植物全部灭绝。亚述们渴望能够更加接近恒星，以享受到更多的光辉。所有的亚述开始进行融合，至此，亚述文明进化为2级极端个体类文明亚述。数十万年的时光过去，亚述的根须已经布遍行星的地幔层，亚述的枝干逐渐将整颗行星包裹，亚述的叶片已经遮蔽了大片恒星的外围，攫取着一整颗星球的生命能量。它正在向3级星际文明进化。这是异空间战场？好壮观！您这是怎么？这是我异能的效果，能使得我的坐舰在许多空域内都能接收到异空间讯号，
并进入异空间战场。竟然有如此逆天的异能！为了搜寻异空间信号，贵族们不得不将麾下的火种战舰采取轮番驻扎的措施。一艘火种战舰只能算得上是半艘，只有拥有复数以上的火种战舰，才能保证领地内有随时可以动用的可靠战力。阁下的异能简直就相当于把这个弊端给完全消除了，幽鹏号随时都能处于战备状态下。阁下，您的异能是否有所限制？是每隔一段时间才能使用一次？舰载火种的缓冲时间是30日，如果阁下的异能缓冲时间少于此的话，意味着幽鹏号完全可以每个月就进入一次异空间战场，收割原点。不错，火种战舰在宇宙空洞带内搜寻到异空间讯号，进入异空间战场的频率平均是1年1.8次，而幽鹏号是1年12次。难怪您在不声不响之间便培育出如此强大的一艘战舰。淡点，淡点。哈哈哈哈哈！机操物料，哎呀呀，怎么这么会讲话？对付这个大家伙，超新星爆射炮和动能类武器没用，就算使用天蝎死光炮，但有一整颗行星的物质可以依托，还能时刻吸收海量恒星光能补充自身，240个小时都耗不死它。开启灵性侦测，竟然有18颗金色品质的异果，这种异果的珍贵程度远在曾经卖出天价的末世光莲之上。阁下，这种品质的3级异果足以作为原料调配出进化药剂。想要突破到断体术高级阶段，需要进化药剂与高级能量结晶。断体术高级阶段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是超凡阶段的起点。这18颗果实，我势在必得。幽鹏号，把能吸收的果实尽可能的都吸收过来。幽鹏号正受到不明能源干扰，是能禁锢覆盖空间的原力场。终于反应过来了吗？就凭这还不能让幽鹏号停下？东风反物质引擎全功率运转。我们被原力场包围了，受到的重力越来越强。东风反物质引擎进入超频模式。东风反物质引擎的特性超频，可以在6个小时内超频30%运转，并不留任何后遗症。哦，还有这么花里胡哨的招数。哈哈哈！这片狂风暴雨对幽鹏号连微风都算不上。别浪费时间了，加快采摘速度。虽然每片叶片的攻击强度在20点到30点攻击强度之间，要超过一般突击舰的主炮威力，但是黑洞巡游者的第2项特性吞噬者能够吞噬掉所有强度低于60点的攻击。不好，果实内的精华开始倒流回亚述体内了。遵侯，明白。到手，幽鹏号加速。走了，时间快到了，我们回本宇宙。阁下，有了这次的收获，只需找一位靠谱的调配师制作进化药剂，您和周太大哥就能够突破到断体术高级阶段了。没错。高级能量结晶对于辅助系统来说也是珍稀资源。黑洞巡游者的强化也需要用到高级能量结晶，到底是让周太和我突破到断体术高级阶段，还是将其投入到幽鹏号上呢？原点还有98000多，距离进化所需的20万原点还有一半，它已经够了。辅助材料中达也快收集够了，下一步的重点还是原点呢。
是时候回去见见国王的特使了。这位是国王的特使伊芙琳阁下。特使阁下，这是我的儿子王栋。男爵阁下，我代表国王来到这里。现在只要您能够率先站出来，擎起反抗北地大公的大旗，那么接下来广大北地贵族一定会群起响应，能够极大的拖延北地大公的战略步伐。等到王室的讨伐舰队抵达，里应外合之下必定成功。届时，黑石男爵领将会获得国王陛下的亲自封赏。伊芙琳特使，你所说的我不赞同。黑石男爵领兵危将寡，实力薄弱，更缺乏足够的声望，哪怕率先崛起反击，也根本不可能获得其他北地贵族的响应，甚至北地大公都根本不会予以重视。他只需要随意指派某个子爵领，即可轻易打败黑石男爵领。到时候，身死族灭的黑石男爵领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可能降低倾向于王国一方的北地贵族群体的士气。叶芙琳，你的这种要求完全背离了黑石男爵领的利益，并危及到男爵领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严重超出了本人容忍的极限，请你立刻离开黑石男爵领。王栋，坐下，你吓着特使阁下了。抱歉，阁下，这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抱歉，这并非国王陛下的意思，是我不够了解北地局势，考虑不周了。刚才的气势，那种威煞感，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我以为的，只是一个小有手段的幸运儿。看来我对待黑石岭的态度得变了。目前，国王陛下希望倾向于王室北地贵族们能够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拖慢北地大公整合北地兴域的脚步，给王室讨伐大军的集结争取时间。国王陛下表示，对于能够有效拖延北地大公整合进程的功臣，可以由秘密特使进行战地晋升，国王陛下会在事后予以承认。如果是吸引一些北地大公的注意力，倒是可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就麻烦两位了，我先回去休息了。男爵阁下想知道什么消息，尽管来找我。就先留在黑石岭吧，一路下来，唯有黑石男爵领的立场最为坚定，起码不用担心被交给北地大公。不麻烦，不麻烦。这是从白崖星道团得到的证据，2天后我将出动舰队，对高地子爵领复仇。去吧，按你的计划来就行。高地子爵领雇佣白崖星道团，在我从矿星来黑石星时进行袭击。现在证据确凿，我在此向全体贵族通告：黑石男爵领向高地子爵领发起复仇之战。复仇！复仇！复仇！舰队起航。一个男爵领挑战我，他也配挑战我高地子爵？静茹，给你10艘火种战舰，去把王栋给我绑回来，我要好好折磨他。是。情报上，王栋只带了8艘火种战舰，而父亲给了我10艘火种战舰，加上我的坐舰前行号，足足有11艘火种战舰。优势在我。报告舰长，前方空域发现敌方舰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报上次的仇，待会儿怎么绑呢？王栋，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只用了30分钟就击溃敌方，敌方旗舰前行号和1列火种战舰被俘，
我方斩马号、云雀号中度损伤。别杀我！别杀我！高帝领会付出大量代价赎我的。好吧，带他去把秦信号交给陈沙溢。成为俘虏已经名誉扫地，就这样终其一生都活在我的阴影之下吧。是。谢谢，谢谢。王栋阁下，张景如阁下的赎金已经交付完毕。这次我还带来了自作主张策划袭击阁下的黄冰，把他交给阁下处置，希望解除之前的误会。你带张景如回去吧。经过审问，黄冰已经指认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是现任的高帝子爵张清文了。这是证据，阁下真的要不接受贵族之间的潜规则，继续进攻吗？要是之前一切都是黄冰策划的，这个掩耳盗铃的解释我不接受。继续进攻可能会引来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干预，但是现在北地大公领的征召令还悬在头上，在没想清楚之前，大多北地贵族自家门前雪都来不及扫，哪儿还管得了别人？对外通告黄冰已经指认幕后主使是高帝子爵张清文，舰队继续进攻，目标高帝子爵领核心高帝星系。是。王栋，你这小子这么不顾贵族之间的面子吗？向交好的其他贵族领球员集结所有能拿出来的战力。是。这次由我亲自指挥18艘火种战舰，我就不信能打不过那小子。小子，你不是挺厉害吗？怎么逃了？舰队散开，接下来的行动时刻听我指挥。继续追击，正好利用小行星带的复杂空域，将他们个个击破。有着幽鹏号隐匿在暗中，以高精度的巡天雷达作弊，我可以时刻关注战场动向。还击！还击！失去目标，敌方已被小行星遮挡。那就给我朝着炮舰方向还击！除了小行星，未发现其他目标。他们就在附近，为什么探测不到？我方雷达精度不够，在小行星带无法准确定位。他们战舰的雷达也差不多，为什么可以轻松知道我方位置？一群废物！这种感觉，像被他玩弄在掌间的猎物一样。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撤！先给我撤出小行星带！定住！加速！再快点！前方就是高地星了！停止追击！我们现在还打不破对方的行星护盾。高帝子爵领舰队的18艘火种战舰，4艘被当场击沉，6艘重创，3艘投降，完好无损的仅剩下5艘。我方无损，我方实际控制了高帝子爵领除了几颗行星之外的所有空域，交通、运输、商贸、太空制造等等诸多行业全部落到我们手中。后续将高帝子爵领的大量设备、物资、舰船运输回黑石岭的任务，就麻烦马大兄和老沈了。借着这种大规模的物资运转，应该能把向阳中星系安排迁移的举动悄悄掩盖。明白。周太和我回一趟黑石星，不要让外界的人知道。药剂调配师，亏你还是矿星出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在矿星上就有一名出色的药剂调配师吗？我之前在矿星的时候可是标准的社会底层，药剂调配师这种精英阶层，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去接触了。矿星上有个丽水山庄，它的女主人高鸾琴就是一名出色的药剂调配师，你似乎和她还打过交道。高鸾琴的父母是杰出的生物学家与植物学家，高鸾琴从小
便在生物学与植物学上都表现出出类拔萃的天赋。在一次深入魏晋星河寻找新植物的探险中，高鸾琴的父母不幸失踪，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每年都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入魏晋星河搜寻父母的踪迹。不过高鸾琴可不好请，她的丈夫是一艘火种巡洋舰的舰长，这也是她多次深入魏晋星河依然能够无恙的主要原因。有这样特殊的身份背景，哪怕他居住在矿星上，我们黑石男爵领对他却一直没有多少影响力。想要请动他出手，只能靠你自己。我这就悄悄去一趟矿星。矿星丽水山庄。穿着隐匿者伪装服，好像可疑人员呢。不过隐匿状态的幽鹏号在上方待命，随时可以离开。先生很抱歉，没有会员资格并提前预约的话，丽水山庄是不会提供服务的。听闻高女士是一名杰出的药剂调配师，恰好这次在魏晋星河中探险时小有收获，相信高女士会感兴趣的。劳烦通传一下。原来如此，我会将物品的照片发给老板。贵客请上车，晚会客厅稍坐，高女士随后就到。好的。确认他在山庄内，并会出面见客。是，那家伙收了我们一大笔钱，不敢说谎的。走，大虎，召集好人手，让我们一起去见见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高美人。这位先生，您的意思是以这份异果的果皮为酬劳，邀请我为您调配净化药剂？我不能继续沉浸在失去它的悲伤中。返回丽水山庄后，我一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火种巡洋舰这张虎皮估计起不了多久的作用了，到时候……不错，希望高药师能够出手，不胜感激。先生，您的要求我明白了。根据您提供的原材料，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分析并尝试最好的调配方案。整个程序大概需要3到5天时间。好的。上方的幽鹏号发现了一支队伍包围了丽水庄园，矿星警备队。这里是矿星警备队，我们接到可靠线报，山庄内藏匿有黑石男爵领的通缉犯，请立即配合警备队的执法搜查，有阻挠者将以妨碍执法的罪名处理。高美人，看你这下还怎么跑？秦姐，不好了！丁总长家的丁亮带人将山庄包围了，他们用讯号干扰器阻隔了咱们的对外通讯，外面快挡不住了。我倒要看看，在这矿星上还有谁不认识我高鸾琴？走，咱们也过去看看，咱们的药剂还有指望的。是。我倒是谁？原来是丁总长家的头号纨绔。怎么，上次尿裤子的事情忘了？还敢踏入丽水山庄，就不怕被丁总长打断腿？哟，高美人，这么巧，你也在山庄？好久不见，你这一身穿起来真是叫人觉得……可恶！我当时只不过殷勤了一些，就被老爸打断腿，还关了半年。这次我可从特殊渠道知道了，你丈夫的火种巡洋舰沉没在魏京星河，就你一个幸免。我可是花了好多钱才证实你确实逃回了庄园。这次我带这么多人来，看你怎么办。高鸾琴，还是那么高姿态啊！不要再装了，你那死鬼丈夫已经不可能再来帮你撑腰了。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失去所有依仗的寡妇而已。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来复仇的。
你当年施加在我身上的所有屈辱，我现在就要一一的全部还回去！大火！兄弟们，跟我上！秦姐，他们有外骨骼，等下我们会拼命拦住他们，您找机会赶紧逃。拦？你们拿什么拦？你想干什么？全部退下，把通讯干扰器关闭，否则我就一把捏死他。通讯干扰器关闭了，有什么人脉可以开始用了。高鸾琴关系着我与周泰的净化药剂，万一受伤，岂不是会影响到调配药剂的时间和效果？丁亮是纨绔，丁未春可不是。丁亮如此行事，绝对是瞒着丁未春的。但丁亮竟然能够动用矿星警备队，我对丁未春的评价得再下调一些了。丁总长，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怎么敢？我马上派人将这畜生绑回去，狠狠教训。这次对您造成了惊吓，过几日我会亲自登门赔礼道歉。别杀我！别杀我！这位先生，十分抱歉，看来您的委托我是无法完成了。最迟明天我就要离开矿星，在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之前，是无法进行药物调配工作的。哪怕丁亮的事被摁下去，丁未春事后也不会为此找丽水山庄的麻烦。可被丁亮这么一闹，我丈夫出事的消息已经瞒不住了，矿星肯定是不能再待。既然高女士暂时无处落脚，不如先到我的舰上待一段时间，顺便也能够完成净化药剂的调配工作。魏境星河有着各种罕为人知的星兽与特殊植物，想要发掘出它们的潜力，我们很需要高女士的能力。请高女士相信我们，也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他。请为我准备一个符合条件的新实验室。好的，还麻烦高女士和丁总长打声招呼了。我的战舰稍后会来矿星接咱们。我会的。秦姐，丁亮交代了，就是这小子出卖您的。你看着处理吧，将我实验室的东西打包搬出来。以后丽水庄园就交给你们了。秦姐，来了。还好高女士提前和丁总长打过招呼了，要不还真不好降下来。这艘船竟然这么大！秦姐，保重啊！有空一定要多回来看看。丁亮平时都这么嚣张吗？丁未春忙于公务，对家中子女的教育难免有些疏忽。几年前的事件后，丁亮被丁未春禁足了半年，之后似乎下放到警备队中。今天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舰长阁下，我已经签订契约了，现在是否能让我见识一下您的面容？秦姐，好久不见。王栋，阁下，真的是你？竟然是王栋。上次见面他还是一个小小的矿工，没想到现在他不光是在北地以勇武之名被传颂的黑石岭的继承人，还是这艘神秘强大的火种战舰舰长。王栋阁下，您可是把所有人都瞒得好辛苦啊，什么出色的舰队指挥官，什么勇武的后起之秀，要是让人知道您单枪匹马以一剑之力悍然弑杀一尊行星生命，怕是所有北地贵族的下巴都要惊掉到地上去吧。可是您让我调配2份净化药剂，一份是给周泰队长，这没问题，可另一份
净化药剂保质期很短，一经调配完成，就要在短时间内使用，否则其内蕴含的净化物质会很快失去活性。另一份是给我用的，一点点小机缘，我已经断体术终极圆满。我这20多岁才终极圆满，放在紫金王国内应该算不上什么。好吧，不过我需要调试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至少需要3天时间，然后才能开始净化药剂的调配。这几天没事儿，尽量不要打扰我。这么快，6天时间就做好了？一方面是原料的品质完美，不需要做过多的萃取等操作，既减少了失误率，也降低了调配时间。另一方面，这艘战舰内的环境很好，游离宇宙能量的富集度也比较高，能够提高一些药剂调配的速度和成功率。老周，你先来吧，我护法。成功了。老周，你开了个好头啊！现在看我的。王栋阁下突破时，怎么这么轻松？看来，王栋阁下对身体的锤炼远在我之上。吸引这么多游离宇宙能量聚集，这些能量连同高级能量结晶内的海量能量，在净化药剂的引导下，涌入身体进行改造。哪怕钢铁一般的意志也可能。我的征途是最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区区一个断体术高级突破的门槛，怎么可能拦得住我？我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人要照顾，无限的秘境在等着我去探索，无尽的未知在等着我去揭晓。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总算成功了。我的浴血狂战异能在这次突破中得到了显著强化，由原来的身体素质提升10%，上升到20%。我的异能也强化了。当断体术突破至高级阶段后，本身没有天生异能的群体有概率觉醒一项异能，天生具有异能的则有概率会进一步增强已有的异能。我一直用异能当借口来掩饰系统的部分功能，这次我感觉确实觉醒了某种异能，可能因为时间还短，还无法灵活应用。辅助系统再次解锁了一项进阶功能，进阶功能6，异空间战场坐标记录，需要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开启，激活后可以记录下我所进入的异空间战场的坐标。下一次进入异空间战场时，幽鹏号可以再度进入到记录下坐标的空域。快到高地星系了，休息一下，准备和仲达他们会合吧。是。阁下离开的这段时间，高地子爵岭的残余舰队龟缩在高地星的行星护盾内，不敢露头。高地岭的财富资产都被我们转移的差不多，大部分运往阳中星系，一些不方便运输的资产，我想办法折价卖给高地子爵岭内的其他势力。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如果事后他们不将这些资产还给高地子爵的话，就意味着与高地子爵对立。不过根据情报显示，高地子爵岭向天方伯爵岭的求援得到了回应，近期天方伯爵岭有可能出兵干涉我方与高地子爵岭的战争。天方伯爵岭的舰队内，断体术终极圆满的冲锋队长不在少数，周泰的突破能让我们依然占据接舷战的绝对优势，倒是一张很好的底牌。应该说天方伯爵岭本身就有要介入这场战争的意思，所以顺水推舟吧。
这样在响应北地大公征召令方面就会有诸多借口。很好，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父亲大人的了。我向高地子爵领发动战争，并将这场战争的规模扩大化，拉上更多的北地贵族参与进来。参与战争的贵族就有了无法响应北地大公征召的理由。当这些贵族的数量足够多时，北地大公的征召令就会被默契地忽视掉，既不用与北地大公领为敌，又能达到牵扯北地局势，影响到北地大公对北地兴域整合的目的。这就是我扰动北地局势的方法。第一步就是通过击败高地子爵领，将其直接效忠的天方伯爵领也拉入局。王栋阁下，刚收到消息，天方伯爵领对外通告，称黑石男爵领擅自攻击高地子爵领的行为破坏了贵族之间的默契，故此天方伯爵领决定因高地子爵的邀请，派遣一支舰队进入高地子爵领，恢复领地内的安居环境。男爵大人和红叶男爵领及沙蜀男爵也共同发布通告，高地子爵领常常擅自干涉其他领地的内部事务，高地子爵才是破坏贵族间默契的罪魁祸首。红叶男爵领与沙蜀男爵领都将派出舰队支援黑石男爵领，对高地子爵领施以公义的惩罚。好处已经拿下，舰队先撤到黑石男爵领与高地子爵领的交界处，与红叶岭、沙蜀岭的舰队会合。红叶男爵领和沙蜀男爵领各派出3艘战舰已经到达，愿意接受阁下的全权指挥。加上之前俘获高地子爵领的舰队，目前我们共拥有火种驱逐舰14艘。根据情报，天方伯爵领派出的舰队是由其三子黄天赐统领，以石碑号为旗舰，有火种驱逐舰20艘，其他舰只近200艘。这些突击舰基本上被用于各地的驻守，正式战斗时他们大概率不会参加。另外，高地子爵张清文统领着8艘能战的火种战舰也加入天方伯爵领舰队中。另外，丁卫春我调查完了，此人能力突出，责任心强，这些年矿星的局面在他的掌控下平稳有序。他有3儿4女，长子丁亮性情最为纨绔，其他几位子女品行尚可。后续的调查中发现，这次丁亮再度对高鸾琴发难时，高鸾琴失去后台的消息，是丁卫春有意让人泄露给丁亮的。当时一定有丁卫春的人在场，他这是借着丁亮的手，试探高鸾琴是否已经失去后台。是的话，丁卫春随时可以出面保下高鸾琴，并将高鸾琴纳入黑石男爵领的管理范畴内。如果高鸾琴依旧后台未失，那么充其量也就是牺牲掉丁亮而已。找个机会将丁亮弄到男爵领警备舰队，好好吃点苦。是。指挥官阁下，您二哥黄天立阁下说王栋擅长打炮激战，您为什么还和他打炮激战，不快速突进解决掉他们？蠢货！以我和老二的关系，老二能说实话？我找人查过了，王栋的舰队在独立作战清剿小型星耀团的时候多有斩获，靠的是有一名出色的冲锋队长在接舷战中成功执行了斩首行动，太过接近反而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是，指挥官阁下英明。在听到对手是王栋后，黄天立直接拒绝了这次支援的指派，反而将这个任务塞到我手里。这也就算了，竟然还只给我这么一点兵力。我可没打算去跟王栋拼个你死我活，场面上能应付过去就好。只要不给接舷战的机会，起码我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至于最后的胜利与否，那是大哥和二哥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这个老三，还是守好我的1亩3分地再说。我舰队第1轮炮击命中7发，
敌舰队第1轮炮击命中4发，我舰队第2轮炮击命中8发，敌舰队第2轮炮击命中3发。哼，黄天赐那家伙真是脑壳有坑，竟然敢安下心来和我们打炮击战。难道张清文那老家伙没有和他说过自己是怎么战败的吗？我们2艘火种战舰护盾崩溃，后撤到阵列后方休整。他们不但有4艘火种战舰护盾崩溃退出战斗，还有2艘火种战舰在师尊侯的精准集火指挥下当场被击沉。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炮击战上我们占据显著优势。阁下，怕是黄天赐的诉求与他的兄长不同。没错，应是如此。现任天方伯爵虽然不理事，可毕竟没死。无论是他长子黄天悲，还是次子黄天立，在才能与品行上都要超过黄天赐。因此天方伯爵领的继承人之位是不可能落在黄天赐身上的。黄天赐看得清楚，反正他登不上那个位置。一次战败虽然对声誉有影响，但保住自身与手上的实力才是他的首要任务。战况不利于我们，返回高地星系。不能这么走了！被击毁的5艘战舰都是我的呀！哼，这是军令，你可别忘了，你的高地星系还要靠我保住呢。有本事你带着你剩余的战舰去和王栋打吧！你无耻！虽然战败，除了高地子爵领沉没的5艘战舰，我基本没受到什么损失。这下张清文病倒，他的独子张景如是个废物。高地子爵领现在是我黄天赐说了算，现在相当于变相吞下了1块子爵领。这种功勋，我看老大和老二还有什么话说？敌方撤退了，被击沉的全部都是高地子爵领一方的战舰。高地子爵领的残余舰队再度遭到重创，他们退回高地星后，到底是黄天赐说了算，还是张清文说了算呢？没办法，既然拱手将主动权让出，生死自然也就操之他人之手。正面战场上，我们已经推进到了这一步，接下来就要看那些秘密特使的了。后续事务就交给你处理了，我去幽鹏号一趟。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终于有时间进入异空间战场了。异空间文明，安宇文明，文明历史93644年，文明等级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光能，势力范围6.6光年，可居住行星6颗，人口152亿，舰种战力战斗舰125到160点，母舰680点，语言安语语，文明体制政教合一制。这是鸟人？这就进入异空间战场了。安语文明因为根深蒂固的神奇崇拜信仰，花费了长久的时间走入星际时代。刚进入星际时代时，安语文明的母星系被一支宇宙星道团发现，1/3的安语文明成员丧失了生命。眼看着安语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在12名大柱祭的牺牲下，成功地举行了原本仅存于信仰理论中的降临仪式。神奇降临了，轻而易举地将所有入侵者消灭，护佑了安语文明。在政教合一制度的引领下，安语文明逐渐成长，成功进入2级星际文明的行列。这是一个信仰文明，你可以没有信仰，但请尊重其。信仰文明是个相当的稀罕存在。正常而言，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宇宙中绝大多数文明原有的神奇信仰都会被逐渐淡化，最终沦为极小众，或者干脆就是精神上的安慰剂。
可眼前的安宇文明，却赫然是一个信仰文明。这意味着，安宇文明是主要依靠神奇方面的力量达成文明等级晋升的成果。当年在金雀花联邦军校进修时，我曾经接触过一份奇特的案例。金雀花联邦曾经有一支特种战术小队，10艘火种战舰通过小型传送链接装置，共同进入异空间战场。他们立刻就遭遇了一支信仰文明的移民舰队，文明等级也是2级。交战中，这支信仰文明的移民舰队，除了常规的炮击与接舷战外，竟然还通过特殊的信仰仪式，成功召唤出某种神秘系的力量。最终结果是，这支特战小队的舰队在神秘力量的打击下溃不成军。10艘战舰中，最终仅有3艘得以逃脱。这还是那支移民舰队没有展开追击的缘故。自此之后，在金雀花联邦军部的操作手册上，便增加了一项有关于信仰文明的禁令，严格禁止在非必要情况下擅自与信仰文明接触并展开冲突。神奇信仰文明很可能和神秘系的力量扯上关系。大多数火种战舰对于神秘系的攻击是没有多少防御手段的，就算有捧号金色品质的装甲，对神秘系的防御效果仅有12%。怎么说，是战还是走，总要有个决定。我对异空间战场的经验很少，对信仰文明和神秘力量也没有多少见解，所以我不发表意见。我之前在混迹冒险团的时候，倒是听闻过一些有关于神秘系力量的传闻，但传闻这东西可信度实在不高，我也就不发表意见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根据安宇文明的种族特性以及居住习惯，舰上有超新星爆射炮在，我就能保证只需要一发歼灭安人星90%以上的安宇文明成员。3件模块，2件蓝色品质雕塑倒还好，最后那件紫色品质模块圣者冠冕，它的效果是为指定的舰组成员提供护盾，这个护盾的激发是无视距离限制的，50点的护盾耐久度足以承受火种战舰绿色品质主炮的2次攻击，关键时候就是救命的措施。一定要将这件圣者冠冕拿到手。这是一件信仰器具，先得消灭安人星上的安宇文明，以防安宇文明的神奇以这件圣者冠冕作为媒介，直接进入幽鹏号内。这个殖民星系是由1颗壮年阶段的恒星和4颗行星组成，除开脚下这颗安人星外，其余3颗行星都是荒芜行星。安人星并非安宇文明的母星，人口有6亿多。星系最外围的行星附近空域，还有一座安宇文明的军事基地，其内停靠有近3000艘战舰。6亿多，在辅助系统原点获取翻倍1级的加成下，这就相当于是12万多的原点，刚好可以补足幽鹏号进化所需的缺口。不能放过这块肥肉，这不是冒险，而是建立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幽鹏号展示能量护盾信息。红色品质，传奇模块，稳了。幽鹏号上竟然会出现这种模块。孙红，准备炮击，看我的吧。今天我将觐见圣器，圣者冠冕。神啊！安人星已经清理的就剩下这座祭坛了，我再来一炮就可以解决。主炮威力太大，可能连内部有价值的模块一起摧毁，使用副炮持续消耗敌方护盾吧。好嘞，都起来，随我进入祭祀圣堂，回归神器的怀抱。
一位大筑祭刚去了军事基地，现在安仁星上仅有我一个祭司和一个大筑祭，无法进行常规的召唤仪式，只能献祭我们了。一则，降临仪式已经激活。原来，我们对神器而言，只是一种美味的儿时，越是虔诚，就越美味。撤！敌方神器要降临了，没摸清楚他有多强之前，先拉开距离。整备完成的战舰，赶紧出发救援安仁星。其他战舰，给我抓紧时间整备。已经锁定对方增援，主炮发射。不好，敌方神器的意念快覆盖整个星系。这种探测速度，开挂了吧？我的脑袋要炸开了！我快要死了！该死！再被影响下去，我们的精神会崩溃，到时候将会成为神奇的奴隶的。这是我的异能被激活了，这只是一道分身，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的。稳住情绪就能克服，别停下！优鹏号，加速前进！我觉醒了异能威胁感知，遭遇到任何对自身存有威胁的事物时，都能够感知其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对自身威胁程度的高低。威胁感知明确地告诉我，外面的那尊神器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我能起来。终于摆脱他的神威了。安仁星已经无法继续为他提供信仰，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就行。是时候去接受战利品了。还是将这3件模块拖至驶离安仁星系，等到战场时间快到时纳入舱内比较稳妥。太好了，终于回来了！异空间战场太危险了。优鹏号，强化舰体结构模块，搭载圣者冠冕和守护者雕塑，消耗2000元点，5单位钛金，5单位低级能量结晶，升级圣者冠冕到5级。原点加135866，剩余原点234332。圣者冠冕，将我和优鹏号上所有的舰组成员列入庇护行列中。舰体结构再提升1级，契合度达到100%，到时将觉醒新的舰体特性。圣者冠冕提升幅度也很大，不但护盾的耐久也增加到100点，而且名额也增至15个。辛苦大家了，我们回到舰队就启程回黑石仙，都好好休息一下吧。优鹏号进化所需的20万原点与200单位钛金终于凑齐了，剩下的28项物资在对高地子爵岭大规模掠夺后也已经凑齐，是时候悄悄返回黑石星系进化了。好的，舰长。这次辛苦舰长了，我什么用都没有起到。要不，我给你按摩一下肩膀？不用了，秦姐，多亏了秦姐的药剂，
我现在身体完全感受不到疲惫。黑石星系的移动船物会清场交给你使用，鸢尾花号也会在船物附近暗中护卫。欢迎王栋阁下胜利归来！哥哥，哥哥，好久不见。幽鹏号开始进化。幽鹏号正在以史诗级舰体模块为基础，用被融入舰身的矿产等材料重塑战舰的舰身。这一次的进化绝对有极大的提升。经过8个小时，幽鹏号终于完成进化了。进化后舰身近1500米，是驱逐舰的5倍，与一般巡洋舰相当。还好战列巡洋舰外表上与一般的火种战舰区别不大，要不哪怕有伪装者，也很难公然行走在公共场合。哈哈哈，不愧是战列巡洋舰，其他战舰要进化2次才能获得的金色特性，幽鹏号1次就获得了。这条金色品质的特性获得的加成便高达200%，这么多！4门主炮槽，16门副炮槽。幽鹏号将天蝎死光炮搭载在新的主炮槽上。一般来说，进化到巡洋舰，主炮槽增加到2个，副炮槽增到8个。进化后的幽鹏号简直碾压同等级的战舰。该好好享受宴会了。虽然现在幽鹏号有了一次可以免费更换成3字名的机会，还是接着用现在的名字吧，能时刻提醒我不要浪，还处在发育阶段。哥哥，好吃吧？这可是为了庆祝你回来精心准备的宴会。哥哥，尝尝这个。好吃，好吃！进化后的幽鹏号太厉害了。紧急情况，抱歉了啊，我有事需要去处理一下。去吧去吧，大忙人。哥哥，注意适当休息啊。得到可靠情报，天方伯爵领派出了第2批援军，一共9艘火种战舰，领军的是天方伯爵的长子黄天碑。他这次的坐舰是28级的火种巡洋舰天方碑号，一旦他和黄天嗣会合，敌方舰队实力将会提升到1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到时我方舰队将完全处于劣势。不要急，我已经有解决他的计划，我马上向男爵申请支援，赶往前线。鸢尾花号在暗中执行我的一个计划，不适宜暴露。这次拿出男爵领的家底，还可以支援你10艘战舰，有把握吗？把握十足呢。之前俘获的战舰，加上红叶岭和沙鼠岭的援军，再加上这次的援军，我方共25艘火种驱逐舰，我还有隐藏在暗中的幽鹏号，完全不虚他们。已经通过无惧操控操纵幽鹏号跟踪探查他们好几天，是时候收网了。指挥官阁下，我们即将进入高地子爵岭的疆域范围，是否通知黄天赐阁下前来接应？不需要，老三胆子小，就让他窝在行星护盾的保护下好了。有天方碑号压阵，我们无需担忧什么。这艘天方碑号可是父亲大人的坐舰，平日里我们几个兄弟连登舰的资格都没有，还好黄天赐败了，要不然天方碑号的指挥权不会这么轻易到手。奇怪的是，黄天立这次竟然没有和我争，难道是在北地净化行动中，他和王栋有过交往缘故？根据情报，王栋的舰队只不过相比一般男爵领多出几艘驱逐舰，哪怕再精锐，由我的巡洋舰带领，完全可以轻松取胜。指挥官阁下，敌袭！
我舰遭到集火，护盾耐久度下降10%。哪里来的敌人？我们的行踪是最保密的，每天都会随机切换路线，怎么可能被伏击？我们也不清楚，但对方的火种战舰数量高达25艘，第一轮集火就对准了我舰，明显是事先埋伏在该空域，立刻反击！巡洋舰果然皮粗肉厚，一轮集火才打掉10%的护盾耐久度。仲达，你指挥8艘战舰冲散敌方阵型，1对1拖住敌方驱逐舰，为尊侯炮击天方碑号争取时间。是，尊侯，其余战舰交给你指挥了。打掉他的护盾，交给我吧，阁下。只要他不抛弃那些驱逐舰逃跑，就绝对逃不了护盾过载的下场。护盾快过载了，让他们不要纠缠了，赶紧回来护航。是。支援到达，将我的护盾打得过载又怎么样？这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黑石男爵领出身的乡巴佬，也就只会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花招，看我轰散你们！护盾过载的战舰后撤，巨蜥号向前，其他战舰掩护。阁下，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当然是活的，否则我们怎么能从老伯爵那里换到天方碑号的所有权呢？我马上将黄天贝那小子给您带来。根据情报，他们只有1名断体术中级圆满的冲锋队队长，终究只是一个小小的男爵领，眼界有限，就这样还敢和我们进行接衔战？我们可是伯爵领，天方碑号这样的猛将就有3名。曲径折越，接衔。对方已登舰，命令冲锋队出击。让黑石男爵领的所谓猛将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现实的残酷。将监控画面给我转到指挥舱来，我要亲眼看看黑石男爵领唯一拿得出手的冲锋队长是怎样被我天方伯爵领的勇士斩下脑袋的。投降吧，让你死得痛快点。嘿嘿嘿，难得老大发善心，别浪费我们时间。我们都是断体术中级圆满，你只有一个人，没有希望的。高级断体术。区一个男爵领，怎么会有我们伯爵领都没有的断体术高级阶段强者？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本舰已经是守不住了，天贝阁下，请您立即登上救生艇。只要您能顺利逃脱，事后我方还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取回天方碑号。没有用的，以他们的战舰数量，救生艇根本突破不了封锁。给我接通对方指挥官的通讯频道。与其进行无谓的战斗或逃跑，尽显狼狈之态，还不如就此干脆的以最体面的方式接受失败的结果，至少还能留下天方伯爵领的颜面。阁下，这次我们以5艘驱逐舰重创的代价，俘获了黄天杯的整支舰队。执行接下来的计划吧。是。大哥这家伙就是爱好讲排场，偏要我出来迎接。通讯时还说什么是要让高帝子爵感受一下巡洋舰的威势，切，还不是想自己露脸。是天方碑号，大哥，我来了！警告！后方发现黑石男爵领舰队，
来得正好，我们赶紧跟大哥的舰队会合，送他们去投胎。大哥，你够意思，自己进来了，还不忘把我也一起坑进来。我算是明白，老二说什么都不肯加入与黑石男爵领的战争，那家伙是憋着坏，等着看我们笑话呢。他妈的，早知道王栋这个王栋阁下是这么一块硬骨头，我怎么会这么轻率呢？什么？黄天贝和黄天子都被抓了！快，现在还剩7艘火种战舰，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带着战舰去附近的庞贝子绝岭。是。别开炮！别开炮！张庆文父子跑了，我们投降！黄天四舰队被击沉5艘，俘获8艘。张清文带着仅剩的7艘战舰逃脱。目前高地星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下。在高地岭的库房，我们一共发现钛晶23枚，近200枚低级能量结晶，与50多枚的中级能量结晶。在阁下的指挥下，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大胜。现在贵族中已经有人开始称呼阁下为黑石之虎了。一般操作，一般操作。这里既然已经都解决了，那就启程，返回黑石岭。是。幽鹏号舰载火种缓冲的时间已经过去，可以再次进入异空间战场。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了。黑石之虎，竟然是王栋！王栋，北地星域，小洞子，有趣。这次前往北地，说不定还有机会见面。那，这就是传说中的网友面基吗？莫名的感觉有趣啊！你竟然真的把张清文那个老家伙的老巢给抄了，真是虎父无犬子。哎呀，我可没这么猛，干翻一个紫绝岭，又干翻一个伯爵岭的舰队。天方伯爵强拖并体亲自与我交涉，已经承诺以转让天方杯号所有权为代价，赎回他的2个儿子。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国王的秘密特使们担当主角了。情报官司马仲达，炮手主官师尊侯，冲锋队队长周泰，舵手吴白衣，生物植物学家医生高兰琴，这次终于人都到齐了。幽鹏号进入隐匿状态，开启异空间战场，选择2级星际文明。这是，尼玛，2级文明的异空间战场怎么会出现这玩意儿？2级文明的异空间战场怎么会出现这玩意儿？异空间文明虫族分支，文明历史未知，文明等级5级生物文明，主要能源核能，势力范围106光年，可居住行星未知，族群总数未知，舰种战力，战斗单位6110到12800点，母巢未知，语言虫族语，文明体制母皇制。异空间文明宇宙第1强国文明，文明历史46725年，文明等级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势力范围2.1光年，可居住行星3颗，人口230亿，舰种战力战斗舰110点，母舰360点，语言宇宙第1强国语，文明体制总统制。引擎处理调整到静默，巡天雷达状态改为静默监听。白衣，操纵战舰慢慢驶离这片空域，千万不要惊动他们。是。虫族可是宇宙中最大的害虫，
虽然火种人类文明疆域内的虫族族群早已被绞杀一空，但时不时还是会有游荡的虫族族群入侵火种超星集团。每年在与虫族的战争中，都会诞生出一批英雄人物。异空间战场果然绝非能让火种战舰任意收割的无害新手村。哪怕以幽鹏号目前的实力，还是无法做到4翼纵横。幸好我每次都开启隐匿状态进入。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宇宙第1强国文明？宇宙第1强国的覆灭，参与者：宇宙第1强国文明虫族某族群。宇宙第1强国文明，因为在他们探明的星域范围内，只有他们一个星际级的文明存在，所以他们便自认为是宇宙的霸主。10年前，他们接收到了一个神秘信号，他们认为这个信号的发射者未经许可擅自发射不明信号，必须予以严惩。派出一支超大型舰队，发现了这个神秘信号的肇事者，一个被凶残的虫族所毁灭，留下自动对外发射警告信号的不幸文明。在这里，他们还遭遇了虫族族群的部分个体成员。在虫族特有的母巢跃迁能力下，这个文明的所有疆土在同一时刻落入到地狱之中，只余下无尽的愤恨，缭绕在这个即将被作为虫族新族群诞生之地的母星上空。如此奇葩的文明，竟然能够在宇宙中生存这么久，真是祖宗显灵了。无尽的愤恨缭绕在新族群诞生之地母星上空。根据战场数据分析，我们如果能够解决掉母星作为孵化地的命运，很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虫海还在，我们不能出手啊！按照虫族的种族习性，很少会在一个地点久留。当完成对一片空域的资源掠夺后，会留下母虫生产新的虫族。虫族战舰登上母巢，通过母巢的远距离空间跳跃能力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所以，只需要等待，然后我们面对的将会仅仅是一个完全新生的族群。那就等待母巢离去，彻底摧毁这个虫族新族群的繁衍地。幽鹏号消耗2400元点，12单位钛金，4单位终极能量结晶，将天蝎死光炮由1级强化至5级。天蝎死光炮附带的猩红灾祸特性，对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超乎寻常的效果。看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天蝎死光炮橙色5级，攻击强度1000，充能时间15秒，缓冲时间25秒，攻击属性死光，能量消耗500点，特性猩红灾祸，所造成的损伤在6小时之内无法被以任何方式修复。高达数千米，长度超过10000米，这就是虫族母虫。淡紫色的军毯正将这颗行星的能量抽取出来，输送到母虫和卵中。这颗行星不久后将会沦为一颗荒芜行星。这些卵应该是母虫的第一批禁卫队。我认为这批禁卫队孵化后，战力等级应该相当于3级生物文明。母虫本身的战斗力水准，短时间内还是保有5级生物文明的程度。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更加专注于繁衍这一功能。到时他的战斗力会逐渐退化，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宗侯，先用副炮消耗他的体力和生物能量场。好嘞。漂亮！主要是因为他的漫不经心，下一击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一直用直感去预判他的攻击，我有些撑不住了。秦姐，好舒服。这是体能药剂，只要不是在短时间内重复使用，
就能够无副作用的恢复体能。哦耶！天蝎死光炮充能完毕。为了保证最好的射击角度，我希望能够保持目前的航速。没问题，如你所愿。油棚号，所有方位引擎轮流超频。幻影机动，天蝎死光炮发射。成功了！耶！天蝎死光炮的猩红灾祸特性，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怎么会？竟然还能动！不好，他开始全力吸收这颗行星的能量，恢复伤势了。范围太大了，无法躲闪。警告！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98.8%，舰体损伤2%。警告！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97.9%，舰体损伤2.7%。警告！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96.2%，舰体损伤3.2%。宗侯，请用超新星爆射炮摧毁军团。是。星球表面的军毯都被清理完了，这下看你怎么恢复。他要用虫族最喜欢的战斗方式，贴身肉搏了。警告！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至93%，舰体损伤7%。这次没有军毯帮你恢复，看你死不死！原点加200。哦，终于解决了。虫族不过如此。可累死我了。阁下，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得赶紧清理星球上的虫卵，解决掉这颗星球被作为孵化地的命运。对，优鹏号，彻底扫描这颗星球。这是最后的虫族卵了，清理完所有卵，竟然收获5000原点，意外惊喜啊！这是，看来这就是缭绕在这颗行星上的无尽愤恨。神秘色的东西总是难以用常识去解释。竟然是金色品质的成长型模块，这应该就是解决掉这颗星球被作为孵化地命运的奖励了。虫图腾，金色，等级0，提升所有攻击型模块攻击强度0点。提升所有防御型模块防御强度0点。这是来自一个执着的文明，在被虫族毁灭后，复仇执念所寄托形成的神奇造物。搭载此模块，每屠戮足够数量的虫族，汲取他们的血肉与灵魂后，图腾的加持属性会得到提高。当其所汲取的虫族血肉与灵魂达到一定程度后，该图腾将向更高的品质晋升，并有可能获得新的特性。升级所需条件：击杀1级及以上虫族个体1000单位。灵性侦测，继续侦测。 5级生物精华液
金色，可延长某名剑组成员25年寿命。备注：若使用过同类型物品，效果不累计，以最高值计算，一次性模块，无法强化。又是一件金色品质的好货，收了。终于回到安逸的本宇宙了。宇宙中类似虫族这类强横的种族不计其数，我们人类不知牺牲了多少英杰，才将火种超星集团化为火种人类文明的乐土。怪不得火种人类文明中的那些强国，都对在虫族战场上立下战功的火种战舰舰长礼遇有加。那些人确实值得尊敬。我们也刚刚从虫族的战场上下来，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不是也应该受到种种礼遇？你人长得不怎么样，想的倒是挺美。异空间的虫族，你想要领功，得去找异空间的文明呀。下次有机会，你尽管到对面去，我们绝不拦你。2月20日，黑石男爵领与天方伯爵领达成协议，黄天杯与黄天赐以及大批的俘虏被释放，天方伯爵领付出的，则是天方杯号的所有权。放话出去！凡有能覆灭黑石男爵领者，我愿以高地子爵领相赠。是，高地子爵领可以让出去，但这口气我一定要出。我不想把这口气带到棺材里去。是不是太明显了一点？不存在明显不明显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是阳谋了。想要以区区一个男爵领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撬动大局，除开我们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其他贵族的想法与立场。就像唱戏一样，你自己一人引吭高歌，那叫独角戏。唯有大家都参与进来，才能演一幕大戏。对了，小子，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称号已经被传扬开了，据说连首都星系都有不少贵族在谈论你。怎么样？出名的感觉如何？黑石之虎。莫名的有些羞耻。这个称号挺不错的，听起来很威风，不愧是我们家的长子，颇有乃父年轻时的风范。哎呀，老了，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你明明还是壮年好吗？装什么老羞？鸢尾花号始终不露面，肯定是心里还在打着什么算盘。还有，伊芙琳最近和你越来越黏糊，白银之宝里面的醋坛子都要打翻了，这是老朽干得出来的事情吗？哎呀，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有什么好说的？倒是鸢尾花号，我本想藏下它的存在，好阴上某位老熟人一手。不过天方杯号的入列，让这个谋算只能是胎死腹中了。你小子又坏了老子的好事儿。眼下的黑石男爵领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一些以身犯险的谋算尽量还是不要做，能以大事压过去的，何苦要劳心劳力啊？你呀，还是太年轻，不懂得谋算之道内所蕴含的斗智斗勇的乐趣。对了，有位客人，你最好还是安排时间见一见。谁？国王派出的特使，一位宫廷侯爵。鉴于王卿父子这段时日在扰乱北地局势上的杰出贡献，王室将给予与功劳相对应的嘉奖。现以紫荆王国王室的名义，晋升黑石男爵领位格为黑石子爵领，晋升王栋爵士为王栋男爵。
期望王清父子能够一如既往地效忠于王室。子爵阁下，恭喜您！男爵阁下，同喜同喜。起码在筹工这方面，我们的国王陛下还是相当靠谱的。一个开拓爵位而已，又不用割让王室的领土，还有，给的东西也太少了点吧？怎么也得翻个10倍吧？对了，迁徙的进度怎么样了？国王入局，接下来的局势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北地大公的反应一旦过于激烈，领地是大概率保不下来的。完成了，扬中星系那边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好，迁徙的事情至关重要，一定不能出问题。先前是谁曾说过要与黑石男爵领共存亡呢？眼下张口迁徙闭口转移的男人，哼！2月25日，经过多日的联络，天方伯爵领一方的阵容已有15家贵族领的加入，并以极快的速度聚集起一支数量高达上百艘火种战舰的舰队。而在另一边，赶往黑石男爵领的战舰也越来越多，最终竟然汇聚起一支数量达到120艘火种战舰的舰队。黑石男爵领一方的实力首次处于优势态势。新舰队的指挥官是天双伯爵，天双伯爵领近年来多次主导了对魏境星河的开拓行动，深得人望。在我们的主动配合下，顺利接过主导权。而作为回报，天双伯爵也统一协调安排后勤物资，这让合作的双方都相当满意。时间一直到3月1日，黑石男爵领与高地子爵领的交界处，双方舰队抵达战场。局势的发展似乎太快了一点。如果说我方阵营背后有国王陛下的特使在处理的话，能够在短时间内聚起如今的声势，倒也能说得过去。可天方伯爵领那边，哪怕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动作这么快，却还是有点夸张啊。阁下，您的推断没有问题，确实有异常因素介入。刚刚获得的情报，在天方伯爵领的背后，很可能是金雀花联邦的文明党。文明党？文明党的党魁是钟晨秀，原金雀花联邦科学院的院长。在世家势力的压制下，文明党转为地下党派，几年的时间迅速发展壮大，以革命军的身份重新登上金雀花联邦的舞台。眼下北地大公背后获得金雀花联邦的支持，那么文明党来掺上一脚，与金雀花联邦支持的北地大公作对，也就再正常不过。如此一来，局势很可能会加速，进入到最终阶段。我们的动作还要进一步加快。幽鹏号已经进化为战列巡洋舰，哪怕对上战列舰，也并非没有胜算。要不然，随着这个漩涡的扩大，接下来北地大公一定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否则他的征召令只会是一个笑话。黑石男爵领作为一切的初始点，不可能被忽视，但只要没有受到激烈的抵抗，就不予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您的疑虑是多余的。相反，如果贸然暴露出幽鹏号这艘战力明显超过正常火种战舰上限的异类，在这种备受瞩目的环境中，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请您明鉴。起来吧，我们之间不用这样。你说的对，是我太过感情用事，我们还不够强大。幽鹏号仍需要像从前一样谨慎，隐匿游走在幽影与黑暗之中。那就按计划行动吧，开始准备脱身。3月5日，在几日的对峙后，双方战舰开始发生小规模的交火，战争烈度不高，发生战斗的频次却不低。如此这般的纠缠持续了足足10天，始终没能分出胜负。鉴于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到北地局势的和平，现要求战争的直接参与方高地子爵领与黑石男爵领在1天内达成和解协议。早已走投无路的高地子爵张清文没有丝毫异议，甚至愿意割让高地子爵领的部分领地作为赔偿。
但我们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条件。于是，来自北地大公岭的第2道调解令，措辞更加严厉。黑石男爵领的举措已经超出正当防卫规则所允许的上限，若再不悬崖勒马，将遭到制裁。阁下，不必多说，既然站上了国王陛下的船，在这种关键时刻，就绝不容许退缩。现任高地子爵退位，高地子爵领降格为高地男爵领，割让与黑石男爵领相邻的2个星系作为补偿，交予黑石男爵领。本调解为最终决定，如黑石男爵仍有异议，将采取实质行动制裁。3月18日，幽鹏号进入异空间战场。原点加277，收获勉勉强强，主要是对手太弱了。返航。现任高地子爵退位，高地子爵领降格为高地男爵领，割让黑石男爵领相邻的2个星系作为补偿，交予黑石男爵领。本调解为最终决定，如黑石男爵仍有异议，将采取实质行动制裁。这是调解，这是最后的通牒吧？盛宴要结束了。给我发通告，就说我病重不起，将远赴前往他处求医，与高地子爵领的相关事宜将全权委托天霜伯爵处理。3月25日，北地大公岭舰队出阵，直指黑石男爵领。随着北地大军压境，黑石男爵领内也开始人心惶惶，骚乱不断。好在警备舰队及时采取行动，提高领地戒严等级，镇压叛乱。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怎么也得等到北地大公舰队抵达吧。您先撤，我看完热闹再走。有幽鹏号在，北地大公几百艘规模的舰队打不过我还跑不掉吗？这里的热闹你可能看不成了。天霜伯爵是不可能选择强硬态度的。好，伊芙琳不是说天霜伯爵与国王派出的宫廷侯爵特使达成协议，会全力拖住北地大公的舰队吗？没有任何一个北地贵族会将自己摆在北地大公岭的正对面，来承受第1轮打击。我们如此，天霜伯爵也一样如此。所谓的承诺，所谓的协议，前提是你要生存下来，并依然保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兑现。当北地大公岭的舰队抵达的那一刻，就是天霜伯爵领妥协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国王一方并没有指望天霜伯爵能够拖住太长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打算刺激北地大公，派出舰队扩大事态。不错，只要北地大公派出舰队，国王陛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是没什么好等的，我明天就走。本来还想见识一下战列舰的威能呢。想见识到战列舰的威能，那还不简单。